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我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有很多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这个当时实习，什么实习可以做，什么实习不可以做，然后实习之后这个毕业前要申请什么样的手续，然后才能开始找工作，然后找工作之后又要申请什么样的手续，然后才能合法的在美国工作。我想这些问题都是一些留学生蛮常见的问题。那么今天我就请来了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也是专门主攻这个移民方面的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律师，然后我想请他给大家讲一下大家会常见的一些这个移民啊，然后法律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下面就有请我的朋友严。Hello， 大家好，我是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我目前呢是在芝加哥 downtown 的一个叫 Latimer LeVay Faya 的一个律所做律师，主攻商业移民以及公司移民方面这一块业务。今天呢很高兴能来到这里，希望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期节目呢能够解答关于大家关于移民方面的一些比较感兴趣的和比较重点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大家我们这期节目没有cover 到的一些知识点，想要继续询问的话，可以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在这个视频下方。在我们在讲 CPT、OPT、H1B 和绿卡各种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聊一聊最近比较热的这个关于 F1 和 M1 签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学生签证的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改革。就是移民局在7月6号颁布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说如果你是国际学生，你是在 F1 或者是 M1 签证下面的国际学生的话，你是从今年9月份开始，就是今年秋季入学开始，你不可以选择全部都是网课。就假如你所在的学校只开设网课的话，从今年秋季开始，你是不允许在美国境内继续待着，你需要就是马上离境，否则的话你的合法的学生签证的身份将会受到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政策确实对很多国际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我希望大家注意2点，其中一点就是如果你现在人在美国境内，你要确保你不可以全部选择都是网课，而且你要尽可能的选择最少数量的网课。假如说你选择3门课的话，你可以选择1门网课加2门 in person 的课，但是前提是如果你们学校是有开 in person 的课，如果你们学校没有任何 in person 的课，你不可以合法的在美国境内待着。其二，如果你人现在不在美国境内，然后你在任何其他国家，你可以继续选择上网课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学校这个开不开 in person 的课对你的影响其实也不是很大。你的 F1 签证或者是 M1 签证依旧可以保留，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跟国际学生部门，你们学校的国际学生部门以及负责签证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进行沟通，来确保你的这个签证还是依旧有效，然后也可以了解一下学校现在的这个对于新的政策的一些变化等等。那么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 CPT 相关的这个话题吧。然后因为 CPT 是感觉是大家就是入学之后马上就能接触到的一个法律相关的问题。那么首先问一下这个严， CPT 到底是什么？CPT 呢，中文翻译为课程实践训练，也即是大学生期间他们一般情况下是通过教授授课的形式来拿到学分。然后 CPT 呢，它主要是在你毕业之前通过一个实习的形式来拿到学分来毕业的一门课程。因为有些人做实习是 full time， 有些人做实习是 part time， 然后 CPT 有没有规定说我只能做 full time 实习，或者是只能做 part time 实习？看每个学校和每个院系的不同要求。一般情况下呢 ，CPT 它是分为2种 full time 和 part time。如果说你是学校要求你只能做part time， 也即说你一边得上学一边得工作的话，每个周的工作时间呢是不能超过20个小时。一旦超过20个小时，那你就被列为full time。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因为这个 CPT 分 full time 和 part time 嘛，如果大家想具体的了解，可以问一下学校的这个国际学生的部门，然后他们会了解他们学校有什么样的 CPT， 然后我们可以作为国际学生，我们可以来选择。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CPT 一般就是你申请一个 CPT， 它能管多长时间呢
CPT 呢，一般情况下只管一个学期，所以说你如果说这个从事的项目是跨学期的话，你需要第2个学期另行申请。我需要有什么条件我才能申请 CPT？ 然后我需要提前多久申请 CPT？ 了解。一般情况下呢，建议你提前2个月申请，因为这个申请周期还是比较长。然后申请 CPT 的条件呢，就是说首先你需要在这个学校就读已满1个学年及你2个学期吧，9个月。你要跟你们学校打听好，是说你们学校有 CPT 这么一个是可以展开可以做这个事情。关于 CPT 的申请的一个过程，你首先是当然是需要去找工作，然后需要有雇主的 offer， 然后之后呢，你拿着雇主的 offer 呢，去跟你的导师啊，或者说你们学校有专门的一个网上的一个系统，你可以做一个网上的申请，拿到 CPT 的这么一个 approval 之后呢，你可以去学校的一个国际学生中心改你的 I-20 改成上面有一个 CPT 的一个起止时间，然后你就拿着这个 I-20 最后去上岛就业了。就我记得当时我申过1次 CPT， 因为我当时读的是会计嘛，然后我们专业只能有1个 CPT， 然后我是冬天的实习，我记得我好像是就是秋天那会儿就开始申，然后跟学校的这个国际学生部门来申请这个 CPT， 然后这个 CPT 只管用了大概是从1月份到3月份，大概3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实习期。然后我也有听说过，有的专业会有多于1个 CPT， 就是你可以就是申3到4个 CPT， 或者是更多的。具体你还是要跟你学校的这个国际学生组织来确认。我们讲完了这个 CPT， 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 OPT。你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OPT 是什么吗？ OPT 呢，相比于 CPT 呢，它是指大学生毕业之后去工作单位实习1年的这么一个工作权限。一般情况下呢 ，OPT 呢它是有12个月，但是像 STEM 专业以及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和 Math 这些专业呢，会有额外的24个月的时间给你实习，所以说总共有36个时间对于 STEM 专业可以在美国毕业之后留下来实习。就是基本上，如果你是学这个理工科的，你就是属于 STEM 专业；如果你是学文科的，像什么艺术啊、金融啊、商科相关的，法律也是，对，你就是12个月的 OPT。那么什么时候申请 OPT 最合适呢？ OPT 呢没有说最合适，看你的工作 offer 或者说你找工作的节奏，然后它只能在你毕业前的90天之内和毕业后的60天之内来申请，然后最晚不能超过第60天，在你毕业之后。就是在申请 OPT 之前，我是可以没有一个 full time offer 的，对吧？或者是一个实习 offer， 我可以就是先把 OPT 申出去，然后再来找工作或者找实习，是不是？对。关于找工作和 OPT 以及 EAD 之间的关系呢，我接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法律规定呢，你是需要在你拿到 OPT 之后的生效时间的90天之内呢，找到这个工作。90天呢是指你在美国 OPT 生效之后，失业时间不能超过90天。我们来用一个例子来说吧，假如说有一个学生今年8月31号要毕业。然后他需要什么时间段开始申请 OPT？ 然后他这个 OPT 在他身上怎么 work？ 你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可以。如果说这个学生是在8月1号毕业的话，他可以在8月1号之前的90天，5月1号开始到8月1号之后的2个月，以及10月1号，就5月1号到10月1号之间申请。譬如说，这位学生他在9月1号开始申请了，然后他选择他的 OPT 生效时间是9月30号，他的 OPT 呢在9月30号之前被批准了，那他的 OPT 生效时间就是9月30号。如果说 OPT 在9月30号之后生效的话，那它的 OPT 的生效时间就是那个 OPT 被批准的那个时间，但是最晚不能超过10月1号。10月1号，对。对，我记得我当时是8月31号毕的业，我选择 OPT 开始日期是10月1号，然后我当时是在8月、9月那个时候在找我的 full time job， 然后我的 full time job 的开始日期是在7月初，7月1号好像还是7月5号。然后我就因为这期间有一个断档，我需要在我毕业之后以及我 full time 开始之前找到一份实习或者是临时的工作，来保证我的身份的合法化。然后我找到了一个实习，然后是从11月份开始，然后6月份结束。
这样的话呢，我中间这个整个的 unemployment 的日子总共没有超过3个月，这就是一个比较合法的一个 case。如果你在这期间失业的天数你超过了3个月，你就是属于是不合法的，对吧？对，总共的失业时间在你 OPT 生效不能超过90天，3个月。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这个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这个 OPT 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它是你这个申请 H1B 之前的最后一步，然后如果你 OPT 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会间接的影响你 H1B 的申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看还有蛮多人问这个问题，就是 OPT 期间可不可以出境呢？可以和不可以，我们可以分3种情况。如果说你是在毕业前申请 OPT 的话，你是可以根据你的 F1 的学生签证的一个形式出境和入境。如果说你是在毕业之后想要回国的话，当时你才发了OPT EAD 的申请的话 ，EAD 还没批准下来，我们不建议你那会儿回国，因为说你回国在回美国的时候需要拿着 OPT 及 EAD 的批准函和你的一个工作 offer 才能回来。所以说你要回国的话，建议你拿到 EAD 卡之后再回国，还得拿着你们公司的 offer 和回国的续签的一个签证才能回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当时也有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多人给我的答案就是你能不回国能不出境就不要出境，因为那个时候算是比较敏感的时间段，除非你有急事儿，你有急事儿的话就是按照严给的这个建议去走，然后但是如果你没有急事儿的话，就是尽量能在美国待着就在美国待着，就是你当然不希望你自己回不来，对吧？对，还有一点是说，我们之前提到的90天规定，如果说你在 OPT 生效之后回国的话，这回国时间也是算在90天的失业的时间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 OPT， 我们下面来聊一聊这个 H1B 的问题啊。你能不能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 H1B 是一种什么样的 visa？H1B 呢，应该大家都很了解。学生毕业之后呢，如果在美国合法工作，他必须要有一个工作签证。H1B 呢是工作签证当中的一种类型。一开始要获得 H1B 的话，必须通过一个抽签的一个形式来获得这么一个机会。那 H1B 一般可以管几年呢？ H1B 呢，一般情况下你初始申请它是有3年的一个有效期，然后3年过后呢，你可以延期另外3年，最长不超过6年。然后在6年之后，如果说你还要继续延期的话，你必须你的雇主已经在给你申请绿卡，然后你已经有一个叫 I-140 的一个 approval 之后，你才能用这个I-140去继续延期超过6年。但是有一点就是，很多情况下有一些公司他们的雇员 H1B 申请初始期就没有3年的一个有效期，它可能有1年啊，或者说是2年。他们的 H1B 的有效期呢，也和这个 contract 有密集的联系。不会超过这个 contract 的时间。H1B 是一定要这个雇主给你来办，还是说自己也可以去办 H1B？H1B 呢，只能是通过雇主来给你办这么一个形式，然后雇主是需要全权负责你的申请费。所以就是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这个雇主跟你说 H1B 需要你自己来掏钱，那样应该就算是一个非法不合法的，对。那么我知道今年 H1B 有一些改革，然后你能给大家讲一讲今年的 H1B 的形式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可以。今年的 H1B 呢，相比于往年的 H1B 主要有2大方面的一个改变。第一个方面呢是关于抽签和发申请的一个顺序的变化。以往呢都是大家都知道，都是 H1B 的申请材料都需要在4月1号之前都要投出去。然后在移民局收到申请材料之后，他们才会进行这么一个抽签。然后今年呢，并不是这样，它是把顺序转换一下，所有的雇主呢都需要在每年的3月20号之前呢，把所有的需要申请 H1B 的员工的名单呢，在 USCIS 网站上面注册一下。之后呢 ，USCIS 才会在3月20号在3月31号之间做一个抽签。把抽签名单拿到之后呢，移民局才会要求雇主发抽中的雇员的 H1B 的材料，移民局才会审理这些中签的 H1B candidate 的材料。
听上去好像跟我，因为我是大概16年申的 H1B，我们那个时候是先申请，然后再抽签，那个时候的截止日期是4月1号。今年的 H1B 这个整个的程序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是吧？对。然后，那么如果假设明年 H1B 的这个程序还是一样的话，那么我身为一个国际学生，我最晚要在什么时间跟雇主确认这个雇主要帮我申 H1B？理想状态下呢，因为H1B 登记的时间呢起始时间是3月1号，所以说雇主你需要跟雇主谈，在3月1号之前呢，他要答应给你 sponsor 这个 H1B。但是如果说你不能在理想的情况下完成这样一个事情的话，你最晚不能超过3月20号，因为3月20号呢是 H1B 注册一个截止时间。那你刚才也有聊到这个抽签的问题，今年抽签的概率有没有一些变化，还是说跟往年差不多？具体的抽签概率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查。抽签我想强调的一下，就是关于Master Degree 的话，今年的中签概率比往年大。原因是因为以往的话，抽签的顺序都是说有 Master Degree 的人先自己单抽2万个名额，然后 Master Degree 没有抽中的会放到和本科学历一起抽，再抽6万5个名额。但是今年呢，反过来，研究生毕业的同学和本科生毕业的同学先一起抽出6万5个名额，那些没有被抽中的研究生被单独分出来抽，再抽2万个名额。所以说，今年的 Master Degree 在这种形势的改变下，中签几率呢就大大提升，移民局估计有大概10%左右的提升。那还是蛮好的，我觉得，对，比往年来讲。下面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 H1B transfer， 然后因为很多人找到工作之后，他可能想换工作，然后换工作就需要涉及到 H1B transfer 这样的问题。那么 H1B 你要申 H1B transfer 的话，这个需不需要重新再抽签？然后 H1B transfer 需要等大概多长时间？现在，因为很多雇主是由于觉得 H1B transfer 现在等的时间有点久，就他们可能就不接受 H1B transfer 的 candidate。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 H1B transfer，从申请到批大概需要多长时间？H1B transfer 呢就不需要重新抽签，它是属于 H1B exempt 一种形式，包括 H1B amendment 啊这些，在你被抽中之后呢，就不需要重新抽签。其实呢 ，H1B transfer 呢和正常的你一开始办理 H1B， 其实它申请过程是一样的，没有说H1B transfer 比其他任何种类的 H1B 申请时间要久。它不分 transfer 和 initiation 或者说 amendment， 它都是大概有4到6个月的一个审理时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 Donald Trump 签的这个行政令。具体的行政令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可以啊。Trump 刚颁布这么一个行政令，它主要影响到人是在6月24号12点凌晨，就是0点的时候，如果说你还在美国境外，且你没有一个有效的非移民签证，包括 H1B 签证、H2B 签证或者 J 签证、L 签证，你是不能回到美国。如果你在6月24号的时候没有这么一个签证，然后你6月25号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签证刚被 approve， 你也是不能回来的。但是这么一个行政令呢，它是不影响如果说你已经在美国境内，然后正在从 F1 调整到 H1B 这样的一群同学呢，你是不会被影响到。或者说你人虽然在境外，但是你在6月24号凌晨的时候呢，已经有这么一个合法的 H1B 签证，你还是可以通过这么一个合法的 H1B 签证回到美国的。像我们的有一个客户的话，他大部分的 H1B 的雇员呢都是在他们的境外的一个公司，所以说都不在美国，所以说他们影响还是蛮大的。这么一个行政令，它不是说永久的有效，它现在只是有效到今年的年底，然后至于它今年底会不会继续延期这么一个行政令，我们还不清楚。但是目前情况下，过了今年年底，所有的 H1B 人都可以从国外陆续的回来了。说完 H1B 我知道 H1B 的配偶的签证是叫 H4 对吧？对。然后这个Donald Trump 签的这个行政令对 H4 有没有什么影响？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H4 签证。H4 的话就是说是H1B 的亲属，他是直系亲属，是说他可以说他是他的配偶或者说是他的小孩，都可以通过 H4 在美国合法逗留。但是呢 H4 它是不能合法在美国工作的，除非说你的 H1B 的持有者他的雇主给他办了 I-140，而且他的
I-140已经被批准了，在这种情况下，它 H4PAL 才能通过这么一个合法的I-140来办它的 H4 的一个 EAD 及工作许可，在美国合法工作。然后呢，这个 H4 EAD 呢，它是没有任何的限制，不像 H1B 你必须在相关专业领域内找工作，H4 可以做任何方面的，在美国找任何方面的工作。这个行政令呢，对 H4 的影响，其实行政令对 H4 的影响和对 H1B 的影响是一样的，就是说你需要在6月24号凌晨的时候已经有这么一个 H4 的合法签证，你才能回来。但是说如果你6月25号才被使馆批准这么一个签证，你也回不来了。就是说一定要在6月24号的凌晨一定要有一个 H4 的合法签证才能回来。所以就是6月24号是个节点，如果你在这个之前你有合法的签证，就不受这个行政令的影响。对。好了，以上就是关于这个 Visa 上半部分视频的全部内容啦。我们会在下半部分聊到关于绿卡申请的各种问题。然后呢，我们下期再见了。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这个 comment 下面给我留言，然后我也会让我的这个朋友帮助我一起来回答一些法律相关的问题。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